不用移民拿护照，花点小钱就办好。真有这么容易吗？还是骗人的啦？今天来深入研究全世界最便宜、最快速、完全没有移民间的护照直通车，就是不用搬去住，几个月就能多拿一本后备护照的方法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从最便宜到最赚钱的5种方案，看看哪一个最适合你。第一个要介绍的护照直通车就是圣多美普林西比。听起来像是个咖啡品牌啦，还放在第一位介绍。这个国家的入籍计划有什么最厉害的地方呢？厉害就在于这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方案，没有之一。圣多美普林西比在2025年8月推出了投资入籍计划，通过捐款就能快速成为公民啦。捐款就说捐款啦，不要说是投资呢。人家的资料是这样写吗？名字而已。反正钱投进去就收不回了。说最便宜，到底要多少钱呢？单人申请只要9万美元，官方声称最快6个礼拜，你就能拿到这本蓝色的小本本啦。9万美金，这在香港连厕所都买不到啊。对啊，但在圣多美，这就是一本护照的价格了。那家人能不能一起申请呢？申请人的配偶、30岁以下的子女以及55岁以上的父母都可以作为受抚养人一起申请，就连还没出生的小孩也能预留名额哦。那要增加多少钱呢？一家4口只要多5000美金，如果每多一个受抚养人，就再加5000。所以9万5千美金就能全家搞定咯。对啊，再加上行政费5000，护照跟身份证几百块吧。算一算，差不多10万美金就搞定。对比加勒比海国家的方案，圣多美 CP 值很高诶。对啊，那边要贵很多了，但有其他好处吧？那护照的通行力如何呢？毕竟买了便宜货，品质也不要太差嘛。圣多美护照目前免签加落地签有60多个国家，主要在非洲，比如南非、埃及，还有一些亚洲国家，像是马来西亚、菲律宾，还有美洲的巴拿马、厄瓜多等等。也就是说，在圣多美买的不是旅行自由，而是多一个身份保障。对啊，对于经常被老大哥关照的人来说，也算是一张逃生门票吧。圣多美曾经是葡萄牙殖民地，属于葡语国家共同体。如果未来打算移民葡萄牙或巴西，可能会有隐藏优势哦。那双重国籍呢？会不会要求放弃原本的护照呢？不会了，圣多美是承认双重国籍。讲了半天，圣多美究竟在哪里呢？来看看地图，它就在这里。放大看看吧。就是这个岛了。哇，原来是在非洲西面啊，很隐蔽啊。无论从哪个方向都不是游泳能过去了。海岛国家看来治安应该挺好吧？对啊，这个岛屿国家大约有25万人口，治安比很多非洲国家要好，每天还有航班直飞葡萄牙里斯本。这就是最便宜护照方案，虽然不是很强大，但胜在便宜快速，只是在地图上比较难找吧。接下来看看第二个选项，新鲜出炉的狮子山 Go for Gold 快速入籍方案，现在已经开放接受所有人的申请了。名字好耳熟耶，因为香港也有一座狮子山啊。那这个国家到底在哪里呢？位于非洲西岸，大约有750万人口，以前是英国殖民地，所以都讲英文，也沿用英国的法律体系。对了 ，Leonardo DiCaprio 的电影《血传》就是在这里取材了。电影里面不是打仗打很凶吗？搞得像内战一样很乱耶。那现实中还安全吗？放心啊，内战早就结束了。过去20年经历了多次民主选举，现在算是非洲相对稳定的国家之一。那这个计划名字里又有 Go 又有 Go， 听起来金光闪闪，是不是很贵呀？透过专款入籍，单人申请为14万美元，每增加1名家庭成员就多加1万美金，处理时间大约90天吧。同样是非洲国家，比刚刚讲的圣多美要贵4万多美金啊！是买护照还送钻石吗？
它最大的卖点不是价格，也不仅仅是个后备护照，而是在西非畅通无阻的文件。因为狮子山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。实际上有什么作用呢？简单来说，作为狮子山人，就能自由进出另外15个西非国家，去旅游、做生意都方便，不用每次都办签证，一键打开整个西非的大门啊！那除了非洲之外，还能去哪里呢？免签加落地签大概有60多个国家，在亚洲地区免签有马来西亚、印度等等，不算很强大，当作后备身份还是够用了。那双重国籍呢？狮子山允许双重国籍，而且公民身份还能传给下一代。还有一个额外福利，就是可以改名字哦。这就不错啊！虽然比圣多美贵一点，但多了西非这个大门，还能世代传承，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护照哦。接下来看看太平洋的两兄弟万纳杜跟诺鲁的护照直通车，最近竞争的非常激烈。万纳杜就是那个瓦鲁阿图吗？号称全世界最快入籍啦。没错，不过现在遇到劲敌诺鲁，也叫老鲁。无论是在地理位置、方案类型都极为相似，所以很值得放在一起 PK 一下。那先比价，谁的小本本更便宜呢？单人捐款来说，万纳杜13.5万美金，诺鲁14万美金。那家庭方案呢？要增加多少贡献呢？那按照一家4口来算吧，万纳杜至少要18万，诺鲁只要15万左右。那家庭申请的话，诺鲁更划算耶。不过除了价格，还有什么差别呢？最大差别在于护照通行力。万纳杜以前可以免签英国，但去年被取消了。诺鲁目前还保有英国、爱尔兰、南韩、阿联酋等免签啊。还有这种风险，为什么被取消呢？因为万纳杜的尽职调查不够尽职吧。当初的审查太宽松了，直接就被英国踢出了朋友圈。诺鲁也学聪明了，现在走的是严格审查的路线。所以在申请速度方面有差吗？万纳杜审批相对宽松，大约2-3个月，而诺鲁就要3个月至6个月。这个尽职调查真的很重要吗？怎么影响那么大呢？其实不论在哪个国家投资入籍计划，都需要进行尽职调查。简单来说，它是对申请人的背景、财务来源、声誉等等做全面的审核，这决定这本护照能不能继续被国际信任。既然万纳杜失去了免签英国，是不是干脆直接选诺鲁比较好呢？也不一定。诺鲁的人口只有12000人，差不多台北一个社区那么大。你想要在这样的国家生活，配套上会比较有限。而万纳杜至少有30万人口，有80多个岛屿，至少落地生活比较可行。从在地生活的角度来说，万纳杜会相对要好一些。而且两国都允许双重国籍，还能传给下一代。所以求快求简单就选万纳杜，求英国免签，家庭成本更省钱，那就考虑诺鲁。不过是在沙滩晒太阳的话，两个都没差吧？你会选哪一个方案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。从圣多美9万美元的最便宜，到太平洋两兄弟的15万对决，相信大家都心里有数了吧？刚才提到有个可以赚钱的方案，是时候揭晓了吧？今天的压轴就是埃及。这不是看金字塔的旅游节目哦，你确定是真的能拿到护照还能赚钱？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投资入籍计划。除了专线，还能透过投资房地产、开设公司，甚至银行存款的方式，都能获得埃及的小本本哦。看来捐款应该不比圣多美便宜吧？不如直接说重点，买房要多少钱呢？房地产入境的门槛是30万美元，规定要持有5年，期间不但能申请护照，还能把房子出租赚租金，最后还可以卖掉回收资金。这就不是一捐不回头的玩法了，那回报怎么样呢？公开资料显示，
开罗等几个大城市的租金回报落在6至8%，房价也有潜在成长的空间。但是30万的投资门槛是有点偏高了，感觉不太符合最便宜的标准啊。要记住，这笔钱并非贡献，它既是护照，也是资产配置。你说这是不是一箭双雕的方案呢？不错不错，不过申请要多久呢？总不能买了个房，最后才被拒绝吧？流程主要分2段，第一是尽职调查，大概要3个月，通过后有3个月的时间完成房产购买。现在大部分合法登记过的房产都能纳入，不像有些国家只能买指定项目。也就是说，通常6个月就可以拿到小本本哦，或者会更快。如果在一开始就物色到房产投资，最快4个月就能拿到护照。所以关键是把文件与资金准备齐全。行动快就能早一步成功，那护照好用吗？免签加落地签，超过50个国家，主要在非洲、中东、东南亚。埃及也允许双重国籍，公民身份还可以传给下一代。通行力一般般啊，这也是很多低门槛护照计划的常见问题。不过，你为什么把埃及留到最后才讲呢？因为埃及不只是后备护照，它还是个1亿人口的大市场。如果有志于此，拿着埃及的小本本可是方便不少啊。那文化上会不会不适应呢？毕竟埃及是穆斯林国家，如果我们华人申请，会不会有一些暗坎呢？其实很多埃及人从小就读英文学校，社会气氛相当开放，对外国人也很欢迎。埃及也有超过100万的外国居民，包含欧洲人、俄罗斯人，当然也有不少华人。这样看来，30万美金的埃及护照不只是简单的后备小本本，还可能是一笔会赚钱的投资，一箭解锁1亿人口的市场，真是一箭好几雕。怎么样？从9万美元的圣多美到30万美元的埃及房产，从最便宜到最赚钱的方案，你选择哪一个呢？无论移民去哪里，记得要做好移民功课哦。如果觉得这些方案都超出预算，别错过这支影片，专门介绍低成本不用住就能拿到居留权的方法哦。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朋友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移民资讯哦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ciao ciao，拜拜。